假作真实真亦假。为了打败奥特曼，大反派也是绞尽脑汁，疯狂的人造奥特曼。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以下3位：人造奥特赛文、人造戴拿泰拉诺伊德、人造艾斯机器人。说到人造奥特曼之一的人造赛文，就要从这个女人说起。她是萨洛梅星人，她正在靠美色吸引诛星团的注意。诛星团果然上当，立马驱车前去追赶。就在诛星团追到一座灯塔之际，不料遭受袭击，诛星团当即晕死过去。就这样，团被萨洛梅星人控制起来。自信的萨洛梅星人将诛星团松绑，并带领他参观起他们的海底基地。映入团眼帘的正是一座巨大的人造奥特赛文赝品。更可气的是，连赛文的头标都有。萨洛星人也不已满团，并告知团，不久之后人造赛文就会成为地球的恶魔。诛星团再次被捆绑起来。原来人造赛文缺少赛文的灵魂，那就是艾梅利姆光线的秘密。这也正是萨洛梅星人绑架团的原因。他们逼迫团说出奥特光束的秘密，团当然是拒绝的。于是萨洛星人很人性的为团戴上口罩，开始折磨起诛星团。凡胎肉体的团经不起折磨，只好说出奥特光束的代码。在诛星团的见证下，人造奥特赛文开始加装奥特射线，终于加装成功了。人造赛文大手一挥，一飞冲天，对着海平面飞去。腾空而起的人造赛文立马对着人类的船舶飞去，一招艾梅利姆光线就将人类的船只摧毁。小试牛刀的人造赛文一头扎进海里，当他再浮出海面时，又是一艘游轮遭殃。萨洛梅星人一看实验相当成功，于是在基地安装定时炸弹后，准备将诛星团炸死在这里。外面的人造赛文正在大肆的破坏，而被困的诛星团异常的冷静，从裤兜中掏出打火机，烧断了捆绑他的绳带。就这样，诛星团摆脱了束缚。就在团逃出的那一刹那，整个基地爆炸四起，瞬间被摧毁殆尽。诛星团游到岸边，因奥特眼镜不在身边，团掏出胶囊怪兽大手抛出后，胶囊怪兽阿基拉登场。阿基拉瞬间与人造赛文大战起来，但他根本不是人造赛文的对手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人造赛文就将阿基拉 KO。正是这一战给了诛星团时间，诛星团取回眼镜，赛文本尊拉风登场。萨洛梅星人见状一脸懵逼，就连人造赛文也被赛文的气场压制。两赛文同时抛出头标，第一回合打平。两赛文同时抛出艾梅光速，展开了力量的角逐。在一番长久的拔河之后，人造赛文斩断光束，拔腿开溜。赛文追了上去，硬刚了回马枪的人造赛文。赛文的身体开始高速旋转，人造赛文还不知死活地撞向赛文。只听砰的一声，两位赛文同时坠落海里。奥特警备队、萨洛梅星人都在等待战斗的结果。只见一声爆炸之后，一个赛文浮出海面。难道真赛文被打败了吗？只见赛文缓缓游了过来，一把抓住萨洛梅星人的飞船，将他推离到远方。在奥特警备队全体成员的注视下，萨洛梅星人的飞船被炸得粉碎。原来本次获胜方是赛文本尊、人造奥特曼之二、人造艾斯机器人。奥特四兄弟遭受亚波人的陷阱，被亚波人捆绑在十字架之上，身体被冻僵，相当惨烈。而亚波人所做的这一切，只是为了吸引艾斯前来。为此，亚波人还制造出一个可怕的魔鬼之子——奥特艾斯杀手。艾斯杀手先吸收了初代的斯派修姆光线，接着吸收了佐菲的 M87光线，赛文的艾梅利姆光线也被这货吸收，最后还拿走了杰克的奥特手镯。由此吸星大法之后，艾斯杀手正式被亚波人激活。他的目的就正如他的名字一样，为消灭艾斯而生。于是亚波人制造出艾斯的赝品，用来实验艾斯杀手的攻击力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人造艾斯行动较为缓慢。在他发射梅塔利姆攻击艾斯杀手后，遭受艾梅利姆光线的攻击，人造艾斯轰然倒地，再次遭受斯派修姆攻击。最后艾斯杀手使出奥特手镯，再次将人造艾斯重创。艾斯杀手并不手软，连续将奥特四兄弟的技能再释放一遍。最终人造艾斯被 M87光线击得粉碎，实验相当成功。很快艾斯义无反顾地来到戈尔达歌星，他要将哥哥们营救出去。他表示就是死也要和哥哥们死在一起。不得不说，艾斯真的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勇士。艾斯杀手也前来迎战，一场激烈而又残酷的营救哥哥的战斗就此展开。艾斯首先甩出梅塔利姆光线，但此攻击无效。艾斯杀手蓄势之后，一招斯派修姆光线将伊斯击伤，随后再补一招梅塔利姆光线，艾斯扑倒在地。艾斯面对强大的艾斯杀手，也只能无奈地躲避他的猛戳。艾斯抓住其利器后，只能遭受艾斯杀手无情的捶打。艾斯趁机将他踹了出去。这时钉在十字架上的奥特四兄弟将胸口的光芒传向艾斯，这光束就是宇宙之光。艾斯瞬间能量满满，艾斯杀手抛出的手镯被艾斯击落后，艾斯召唤宇宙五重光，五重光一举将艾斯杀手击成泡沫。至此，艾斯营救哥哥取得圆满成功。最后再来看看人造奥特曼戴拿泰拉诺伊德。戴拿正在火星愉快地打怪升级，不料他的一举一动却遭到监视。戴拿被奈奥达兰比尔钳制后，只见他一个背摔，就给这货来了一个倒栽葱。戴拿再战，这货猪鼻子插大葱，装象般的对着戴拿拱来。戴拿敏捷躲过后，回手一招索尔杰特击中这货，不料光线却被这货吸收。戴拿再射，这货再吸收，不料屏障被打碎，奈奥达兰比尔被打倒在地，炸得粉碎。就在戴拿变回人间体飞鸟之时，监视人员发现了戴拿就是飞鸟的秘密。而地球上，居监会来到胜利队总部，他告诉钢柱队长，有一个秘密计划被窃取，而这个计划就是如何使用光将奥特曼石像复活。居监会当即指出，窃取这个秘密计划的人正是 TPC 的总参拳头。这个家伙是一个邪恶迪迦的粉丝，他也想像正中劲吾一样来制造自己的奥特曼。
慢，于是他绑架了飞鸟的飞船，将飞鸟关押起来。全藤的目的就是利用飞鸟的能量来激活戴拿石像。全藤是一个行动派，也不多和飞鸟废话，于是加大马力开始提取飞鸟的能量，再通过增幅器的照射用来激活戴拿石像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经过长时间的照射后，戴拿石像复苏过来了。就在这时，斯菲亚好巧不巧的正好杀到，全藤总参决定释放戴拿试试他的能力。随着阀门的打开，人造戴拿冲了出来，光看这个落地还挺像那么回事。一招索尔杰特光线小试了一把牛刀，随着斯菲亚越聚越多，人造戴拿展开还击，瞬间无数斯菲亚球体被击爆。但是赝品就是赝品，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人造戴拿的力量骤降，红灯开始闪烁。这下人造戴拿成了挨打的份。在斯菲亚的一阵攻击之后，人造戴拿摔在大地之上，一番挣扎之后当场歇菜。斯菲亚也不是吃素的，在他布满人造戴拿全身之后，超合成兽人吉尔加诺德轰然出现。全藤这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。在基地混乱的爆炸中，飞鸟被由美拯救出来，面对兽人吉尔加诺德势不可挡的攻击，人类陷入绝望之中，无数战机瞬间被摧毁殆尽。此时飞鸟苏醒过来，他虽然遭受全藤暗算，但是他保护人类的心没有改变，以此为强大的信念支撑。飞鸟冲了出去，戴拿还未出现，他的光芒便将兽人戴拿击倒。闪亮戴拿拉风出场，但面对已变成兽人的人造戴拿，戴拿根本就不是其对手。戴拿的进攻没有一次像样的攻击，在遭受人造戴拿数小时殴打之后，戴拿红灯闪烁，毫无战斗力。就这样，戴拿被人造戴拿勒住脖子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全藤发现自己制造戴拿的行为是何等的幼稚，于是他决定牺牲自己来给戴拿补充能量。这次全藤总算做了一件人事，只听扑通一声，增幅器将能量照射给戴拿，获取能量的戴拿瞬间活力满满，大手一挥变为肌肉强壮形态，一拳将人造戴拿打翻出去，随后抓起人造戴拿又补一拳。戴拿将人造戴拿抛出去之后，大手一挥变回闪亮形态。面对人造戴拿的咆哮，戴拿一招索尔杰特光线正中人造戴拿，没想到这货还挺抗揍，无奈戴拿再次发射索尔杰特光线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将这货炸成粉末。其实每一个奥特曼都承载了小伙伴们不同时期的记忆，这里面哪一位你最印象深刻呢？评论区告诉小影吧。